2022年12月24日，宋故迎新圣诞平安夜，满洲国复国在韩支持者中年会在首尔隆重召开，大量满洲复国运动支持者，包括韩国各界人士出席，是历史上首次在韩国开展的满洲复国主题正式活动。与会代表分别进行了主旨发言。圣诞节是全球基督徒最重要的节日，基督教在韩国具有极大影响，包括天主教、新教和其他教派，教徒人数占韩国人口的30%以上。韩国天主教会是世界上成年人信徒最多的教会。韩国也是除美国之外世界上第2大传教士、福音输出国。韩国教会所持守的民主人权立场是吸引民众的重要部分，也在独立运动、民主运动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历史上，满洲以为神之道宗教哲学立国，鼓励宗教团体产生自发秩序，以弥补国家秩序的不足。各宗教传播自由，国民信仰自由，是名副其实的宗教乐土。制度论患者往往认为制度可以单方面决定社会发展，但深层次的意识形态、人的道德信仰才是一切制度的基础，两者缺一不可，且道德信仰为本，不可本末倒置。康德元年1934年，教宗庇护11世委任吉林牧首高德惠为满洲教区牧首，标志了教廷对满洲国的事实承认。康德3年1936年12月1日，满洲基督教联合会在奉天成立，达成了满洲国境内各宗派的大联合。满洲基督教联合会深知满洲建国精神需要宗教精神及教化上应尽之责任，于是吾等企图互相协力，而务以意思之疏通达其目的。当时的满洲福音广传，风俗纯良，假如满洲没有沦陷于共产中国之手，堕入无神地狱，那么今天的满洲必然会和韩国一样，建成高度自由民主的发达国家。与会代表依据历史和法理的角度阐述满洲国从来没有消亡，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必将成功复国。与会代表还介绍了韩国独立运动时期的代表人物岛山安昌浩先生的生平和名言警句，展示了大量珍贵资料，为满洲复国运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并对在韩满洲国民给予勉励。岛山安昌浩先生说过，爱国的前提是做一名人格健康者，同情人民的苦难就先当医生，即使当不上，先治自己的病，然后成为健康的人。这与满洲国建国精神完全吻合，也是建国歌中重仁义、兴礼让、修身齐家治国的另一种表述。凡我满洲国人都应努力提升自我，亲善友邻，以期实现全世界满洲人之大联合。再借助时势和盟邦元首，则富国天业，水到渠成。其他与会者还从东亚及美国各国时局的角度深入分析满洲国复国应采取的战略战术。同属东北亚，拥有共通的历史文化，满韩是唇齿亲邦，大量老一辈韩国政治文化精英都曾在满洲国求学任职，在韩国建设经济奇迹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韩国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在韩半岛转世重生的另一个满洲国，或者是同卵双胞胎。满洲和韩国更是远东雅尔塔体系弊政的直接受害者。共产苏联、中国在满洲和韩半岛的践踏蹂躏，在两国国民心中是滴血的伤口，至今犹未愈合。满韩两国一荣俱荣，唇亡齿寒。
在即将到来的后中共、后中国时代，满洲、韩国、日本、东北亚三国更应密切合作，亲睦盟邦，一致对外，以应对日益恶化的地缘政治风险以及东亚大陆出现端倪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历史上，东北亚曾经以日本为代表推动尝试了一次不太成功的整合。未来的东北亚应吸取教训，以类似欧盟、北约的方式结成共同体，依托美欧盟邦，形成驱鬼镇魔的永恒封印。参加本次活动的所有人都一致同意，并进一步确认了满洲国复国的正当性、必要性和必然性。真理必有追随者，正义必有实现之。满洲复国，天业必胜。